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今天我们来聊化妆水。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正在使用中的，依次按照顺序来说明一下。很多成分博都会觉得化妆水是一个没用的东西，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化妆水，尤其是日系的化妆水。虽然智商税的产品很多，但是使用感跟成分都非常好的产品同样也很多。今天主要是来说几款真正小众的化妆水，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正在使用中的，依次按照顺序来说明一下。第一个红色的是 FANCL 的发酵化妆液，大家对 FANCL 的印象是不是还停留在它30毫升的迷你装的水乳？其实它也有这样的大瓶的支线在售卖的。其实这个系列很容易被它官方诉求针对60岁以上的人群的这个标语而劝退。虽然 FANCL 的这个设定相当迷惑，但是小红书上10几岁美眉就开始用整套 La Prairie 的到处都是，所以护肤不是应该根据年龄来区分的，而是要根据肤质以及你的皮肤当下的状态来做选择。本身这条产品线的开发就是为了解决60岁的人会比30岁人的角质层增厚20%，那么它的渗透性就会变差。但实际上现代人因为压力、环境污染、熬夜等不良作息的影响，本身你的代谢力就会比实际年龄要差。根据年龄来选择护肤品就变得非常的死板，还是要根据你自身的状况来进行调整。回到这款产品本身，它的名字呢是一款发酵化妆水，那提到发酵呢就难免会跟 SK-II 扯上关系。似乎全日本的化妆水品牌无论针对干皮还是油皮都喜欢把 SK-II 作为竞品假想敌。可是 SK-II 就是 SK-II， 完美的平替是不存在的，同样的食材可以做出无数种味道，不是吗？ FANCL 的这款120毫升售价3960日币，合人民币234元。除了它的口水味跟 SK-II 非常接近之外，它整个系列都更加的滋润，不像 SK-II 针对混油皮，所以我其实是在冬天入手的这瓶化妆水。它的化妆水呢分为2种，只有滋润跟超滋润之分，没有清爽型，所以它的针对诉求也可以看得出来。与传统的白米发酵不同， FANCL 用的是玄米，而且是发芽后的玄米，据说会比传统的白米萃取出来的精粹呢要有10倍浓度的氨基酸，它还添加了乳酸，可以有一定的温和剥落角质的作用。透明质酸跟大量的水解胶原蛋白混合，可以很好的让皮肤起到一个丰盈滋润的效果。它是这种比较方便的按压设计，挤出来的水呢虽然是水状，但是有一定的醇厚度，没有任何黏腻感，也不会拉丝，吸收也很快，皮肤立刻就会变得比较柔软，你是能够感觉到绩效有滋润度的。保湿力不错，这也是我当时试完就立刻购入的原因。没有敏感问题的皮肤，无论干皮油皮都会感觉到它的舒适，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很安稳的过渡到寒冬期。不过我是在去年最干冷的季节使用的，当时我的皮肤其实有些微的屏障受损，加上随着温度的下降，保湿力就会觉得稍显不足，所以这瓶其实更加适合健康的皮肤，能够做到基础的保湿且细致纹理的微抗老效果。鉴于当时的皮肤状态并不好，所以我又果断的去寻找了一款新的化妆水。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之前在敏感换季单元所介绍过的，我目前使用现在为止日系化妆水，我觉得不仅仅是性价比，保湿方面最卓越的化妆水。Mukuna 与韩国市场的定位不同，日系的平价药妆产品呢，通常都包装粗糙，廉价感十足。但是 Mukuna 真的是做到外观设计 ins 简约风，耐看，成分、理念、效果都非常的让人满意。Mukuna 的这个日文汉字其实写作无垢，代表品牌呢追求纯洁纯粹的理念，来自于日本星级百货 Toko Hands 所创立的自主品牌。我觉得其实它也是走现在当下流行的 Clean Beauty 风，所以它的这个成分呢几乎都写在它背后的这个瓶子上。光是3种不同的神经酰胺、玻尿酸以及水溶性胶原蛋白，就可以让你的皮肤自身回到平衡的状态。因为我们皮肤本身是有自愈能力的，然后神经酰胺这种成分呢，其实是很好的在我们敏弱、屏障受损的时候起到很好的修复作用。不仅如此，除了以上这些，光是成分表上就有一大堆氨基酸类的成分，所以这样的一小瓶160毫升，售价在1078日币，折合人民币64元，真的非常非常的良心。他家的化妆水呢，其实有分为清爽型跟滋润型，而我买的这款呢就是滋润型。清爽型呢就是这种传统的水状质地，滋润型呢像凝露，但是你涂抹开呢，它又立刻化水，瞬间柔软肌肤。
冬天的时候，偶然在日本美妆毒舌杂志由 DK 上看到它一致好评的介绍，所以立刻就购入了。这个杂志号称无广告，但是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公正，也是会有踩雷的情况。比如说，虽然介绍了一个这么好用的东西，但是杂志可能为了销量吧，到了夏天他就说清爽版更加适合夏日当下的季节。于是呢，我就立刻购入了这瓶400毫升的超大包装，它的价格优势呢更加明显，400毫升1408，相当于83，真的是非常的平价。但是刚才我也给大家演示了清爽型的质地，它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水啊，毫无惊喜感。哪怕它跟滋润款它们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这款呢就真的如杂志所说，非常舒适的肤感，即刻让你的角质层充满水分，而且持续长效保湿。而清爽版我真的就觉得非常的寡淡，甚至还有一些觉得吸收的很慢，没有滋润版的这种包裹感的那种吸收感。所以质地真的也是很重要的，不要只迷恋看成分了。一款真正好用的产品，它是做到油皮干皮都喜欢的，因为我是大油皮，但是它是一款滋润型的化妆水，即便在夏天拿出来用，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油腻感。对于喜欢用猛药，然后或者在换季很容易敏感的人来说，这样一款可以促进皮肤自身修复力的化妆水又这么平价，我觉得闭眼入。一定要记得买滋润款哦，它这个日文呢是写作喜多利，就是滋润的意思。其实上半年我就已经买好了寄给家里人，这样他们在秋冬干冷季的时候用就会非常的安心了。养乐多大家都喝过吧，但是养乐多公司出的化妆品你有用过吗？其实他家的化妆品呢只是占全集团这个食品业务的1%，是很小的一个占比，但其实这个化妆品公司已经有66年的历史了。这款呢就是在日本被称之为代田精华水的明星产品，因为创始人叫代田，是一个医学博士，所以用他的这个名字来命名这款水啊，非常复古的这个玻璃瓶设计。我这个人是很看颜值的，所以也因为颜值购入。它的这个包装盒我当时有保留，就是金灿灿的复古设计，另外一种美。如果你喜欢复古的话，它这个空瓶子放在家里其实也是一个装饰品。这款水呢只有120毫升，而且它的售价是7480日币，和人民币400多啊，其实价格不算便宜。但是有很多老的日本人呢几乎都是有用过这款水的，它其实也算一款年代型的化妆品。乳酸菌类成分的保养品呢这几年也比较流行，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个屏障受损皮太多了，它可以帮助皮肤的这个 pH 值平衡，维稳屏障。而这款化妆水其实在94年的时候就已经发售了，到如今已经有27年的历史，所以用到乳酸菌这个成分呢，其实除了当家的专利之外，也算理念超前了。它所主打的这个 S1 代田精华呢，其实就是乳酸菌的发酵物，可以起到保护皮肤、改善肤质的作用。质地呢非常的清爽，完全不具备保湿的作用。因为我使用化妆水的量都会比较大，所以我可能会在同时间打开好几瓶化妆水，不用担心浪费。就也是在秋冬的时候打开的，它的保湿力完全无法应对。根据产品的质地也是要分季节来使用的，比如说很多贵妇都会喜欢的蓝妹的这款流金水，用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其实它虽然细致纹理的效果非常棒，但是它非常干燥。这是我之前的空瓶啊，我也是在秋冬的时候打开使用的，总觉得抗老应该是会比较滋润，但是它真的还有一些拔干。我不可否认它的效果很好，但是它真的非常干，如果你在秋冬打开一定会不舒适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产品不好用，而是你用的时节不对。养乐多的这瓶呢其实是今年天暖了之后才正式开始用，现在已经空瓶了。说实话没有特别大的感觉，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用完了。我本身买它呢也纯粹就是好奇，因为我很喜欢冷门的这种小众品牌。其实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当下流行的抗火抗敏风。如果你本身是没有屏障受损的问题，那么你用这种针对性的产品是不会有特别大的感觉的。了解自己的皮肤，不要盲目跟风，才是你购买护肤品的第一标准。最后要说的这两瓶呢，都是现在还在使用中的，有一瓶快空瓶了，就是这个索瓦六的保湿喷雾，它是250毫升的容量，售价3300日币，和人民币195，看起来是非常大的这个化妆水啊，但实际上用起来非常的快，因为是这种喷雾的设计，而且它的喷头设计不太好，你直接这么喷的话，比如这样，
它的水啊，其实大部分都落在了我的这个锁骨前胸的这个位置。我摸这个我的 T 恤，它都是湿的，所以应对它这个喷头不好的问题，通常我都会仰起头，直接这样从上往下喷，这样它就能够完整的落在我脸上了。它的这个水雾呢，其实是舒服的，但是不到舒爽。其实我想哪一天专门来讲一下日系这种喷头型的化妆水，其实使用感上区别还是蛮大的。我也买了不少这类的产品，改天来专门拍一个视频。因为特别小众的品牌，加上官网写的其实很不清楚啊，所以成分上能查到的资料甚少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用到了日本南阿尔卑斯山的雪水，里面有20多种微量元素，而且是这种小分子水，渗透力也比较强。用到了4种草本水为基底，鼠尾草叶、百里香、薰衣草以及假马齿苋。其实呢，它就是一个保湿的化妆水喷雾。我个人对纯保湿的产品其实兴趣不大，买它呢纯粹就是因为它的设计比较好看。可能有些人会知道它早期的网红产品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布丁面膜。虽然小众，但其实这是在日本蛮大的一个化妆品集团。只是呢，他们家主要是做院线产品美容院的，所以在百货店里不会见到。然后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他们家这种几何切割面的设计，很有高级感。同系列的这个精华，其实这个高级感切割面会更加的明显。我就是买精华的时候顺便化妆水一起买的。这种日系比较高级的切割几何面设计呢，早期在 Pola 的红 BA、黑 BA 里头会看得比较明显，所以很早以前 Pola 就被称之为日本化妆品工业设计的巅峰。但是这几年它好像改变风格，变得很暗系，不再是我喜欢的调调了。顺便在这边提一下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小众的品牌嘛，其实在小红书上会有很多日本院线品牌的推荐帖。据我所知，现在日本美容院正在用的比较有名的、比较广泛的，甚至于明星在用的产品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属于大的化妆品集团的。所以不要盲目的相信那些私人诊所私自研发贩卖的。日本的化妆品市场非常的发达，这种护肤品线的代工厂呢也非常的完善，做出来的产品都不会差。但是通常那种加工品的售价呢，基本上都在1万以内，很多都是在3000到4000日币。但是据我了解，现在很多打着院线护肤品的那个头衔呢，都是售价到1、2万甚至5、6万的，我觉得就是智商税了。在市场上这么多品类的情况下，其实美容院线以及整形医院用到的产品前前后后大概就那几种，所以你稍微做一下调查，大概就知道你用的是不是正规的牌子了。不要盲目的去相信那些推广。最后呢，是我最近才打开使用的，在网上有日版修丽可之称的 Toveru， 这个名字真的是好难念哦。虽然配方思路跟这个欧美的实验室品牌还是有差距的，但是我觉得算是我接触到的日本最成分派的品牌了。他们家的产品呢，只在官方网站上售卖，没有实体店铺。成分上，比如说高浓度的 APS 维 C 衍生物，0.1%的 A 醇，8.5%的果酸，2%的壬二酸，以及各种酵母萃取、神经酰胺等等。日系大品牌拥有自家独家研发的专利成分，不太一样。这个一看就是主打传统成分派的品牌，所以我在网上看到资料之后呢，也非常的感兴趣。而且它这个包装呢，也是非常的清冷简约，针对皮肤的问题呢，也非常的细化。今天先不说它的效果，因为才用没几天，只是想要说一下有这么一个有趣的品牌。这瓶化妆水呢是限量发售的，但是呢，只要你记得它的发卖日，想要买到呢，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事情，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牌。其次呢，它每次卖完呢，都会有一个官网的预告，告诉你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发卖。我觉得是一个噱头吧，不过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们家的大部分产品都是正常售卖的，这种就属于特别发售的产品。冰水的价格不贵，大概划110块钱人民币啊，当然因为它的量也很少，但即便是200毫升的容量，价格也是可以的。成分上比较少见的，把2%壬二酸，就是杜鹃花酸做成化妆水的形态，用到了6%的甘氨酰甘氨酸，是资生堂集团最喜欢针对毛孔的成分。你比如说在伊丽丝尔的年轻系列，比如说在 CBP 的水膜美容液，这些针对毛孔的产品里，几乎都能看到这个成分的身影。根据官网的这个步骤图呢，它其实算是一款前导水，就是你用完它之后后接基底精华之后再需要用别的牌子的水的。
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平衡改善的作用，并且这款水虽然有添加一些保湿成分，但是它用完之后是有些拔干的，一点滋润度都没有，所以后续再用别的化妆水也是应该的。所以这瓶水它其实主打的就是控制油光、细致纹理，它还蛮适合我的，因为我就是那种喜欢一天用好几种不同化妆水的。我想喜欢日系的质感呢，就是喜欢日系的那种仪式感。这个品牌呢，把日系的这个仪式感跟成分完美结合，也是蛮有趣的。所以我又立刻下单去它的官网上买了好多东西，想整套配合体系来使用。他们家发货非常慢，差不多1周之后才会发货。我想收到之后呢，停掉我手上所有的产品，整组按照它的要求来使用。因为我有见到知乎上竟然有16年还是15年就有人用过这个产品了，而且对它的评价还蛮高的。我很好奇啊，日本能够把这种纯粹的成分派做成什么样的一个境界，所以之后再来拍个视频跟大家分享。我还是喜欢用到差不多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，这样的话更加具备客观性，所以关注我，获得更多真实的护肤感受。以上呢就是今天化妆水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你的收看。